热巴和龚俊在综艺里甜到发齁，新剧《安乐传》却因滤镜过后，特效粗糙遭群嘲。5.2分的背后是制作方重营销轻质量的行业顽疾 CP 在甜，也就不了烂剧。观众要的是好剧情，而非人造糖精。最近追热巴和龚俊的人，怕是一半在课堂上头，一半在看剧心梗。就在他俩在《花儿与少年同心记》和《快乐大本营》里把苦瓜汁喝出喜酒氛围 ，CP 粉狂刷安居乐业是真的时，两人主演的《安乐传》却悄悄栽了之前曝光的一家三口同框路透甜到让人心动，结果正片一播，滤镜厚到像蒙了层雾，特效糙的像10年前的网游，连主演造型都遭吐槽，豆瓣开分直接卡在 5.2。评论区一半是 CP 粉滤镜碎了，一半是 S 加制作经费喂狗了。双引号。先说说让人疯狂心动的综艺名场面，《花儿与少年》里两人分一组做任务，热巴尝了口苦瓜汁，皱着眉，龚俊立马递过自己的温水，还笑着说：“我替你喝半杯。”到了快乐大本营的游戏环节，两人被迫一起喝苦瓜汁，龚俊怕热巴呛到，下意识拖了下他的手腕，镜头扫到两人对视的瞬间，弹幕直接炸了，这眼神拉丝能绕地球3圈。谁懂啊？苦到皱眉还在互相照顾，这才是真甜。CP 粉甚至扒出两人片场所吻的路透，龚俊举着剧本问热巴这段要不要加个碰额头，热巴笑着推他别搞事，互动自然到像真情侣。可转头看《安乐传》，完全是另一个画风。之前放的路透里，热巴穿白衣抱着孩子，龚俊站在旁边温柔摸她头发，一家三口的画面让多少人预约了追剧。结果正片里，热巴的红衣造型不仅没显出飒气，反而因为死亡滤镜把肤色抹得惨白，显得脸有些浮肿。网友吐槽之前长歌行的李长歌多灵动，这次红衣像披了块红布，龚俊的古装头套也拖后腿，颅顶压得太低，显得头肩比奇怪，连粉丝都忍不住说俊子的古装不该是这样的。更离谱的是特效，剧中烟花炸裂的场景像 PPT 贴图，连背景里的树都透着塑料感，有人截对比图调侃还没我玩的古风手游画质好。其实这不是 S 家剧第一次营销猛如虎，质量烂如鼠了。前2年某部仙侠剧也是靠顶流 CP 的路透圈了一波粉，结果播出后剧情注水，服化到敷衍，豆瓣评分刚过5分。还有去年的某古装剧，光预热就买了10几个热搜，结果开播后因为滤镜过重，台词尴尬，口碑一路滑坡。这些剧都犯了同一个错，把流量 CP 当万能钥匙，觉得只要演员有热度，互动够甜，就能掩盖制作的粗糙。可观众早就不是看脸就买单的阶段了，就像这次《安乐传》，CP 粉再能嗑，看到模糊的剧情、廉价的特效，也忍不住吐槽磕不下去了，眼睛先受不了。谁懂啊？看着综艺里自然甜的热巴龚俊，再看剧里被滤镜和造型拖垮的两人，真的又可惜又气。热巴的演技其实能撑住大女主，之前《公诉精英》里的职场造型就很圈粉，龚俊在《山河令》里的古装也让人眼前一亮，怎么到了《安乐传》就变成这样？明明有好演员、好 CP 基础，制作方却把钱花在买热搜、炒路透上，偏偏在最该用心的剧本、服化道、特效上偷懒。就说滤镜，本来是想美化颜值，结果摸掉了演员的表情细节，热巴哭戏时连眼泪的纹路都看不清，反而显得演技僵硬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更让人无奈的是重营销轻质量的恶性循环，制作方觉得只要前期炒热 CP 就能吸引观众点开，所以把经费都砸在宣传上，观众点开后发现质量差，打低分吐槽，制作方又觉得是观众太挑剔，不是我们做的不好，下一步接着用同样的套路。可事实是，
真正能留住人的，从来不是短期的 CP 热度，而是能让人反复刷的好剧情、好制作。就像《琅琊榜》，没有顶流炒 CP， 却靠扎实的故事火了这么多年。《知否知否》也是靠细腻的服化道和剧情，成为观众反复看的经典。现在《安乐传》的口碑已经很难逆转，哪怕 CP 粉再努力找糖，也遮不住制作上的硬伤。这事儿其实给所有流量剧提了个醒 ，CP 甜是加分项，但不是救命药。演员的颜值和热度能吸引观众点开，但只有质量才能让观众留下来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你是先被热巴龚俊的综艺 CP 圈粉，还是先被《安乐传》的差评劝退？如果一部剧 CP 很甜，但制作粗糙，你会坚持看下去吗？快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